在春晚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舞蹈大师黄豆豆。最虎这个节目是最佳的舞蹈，当时是怎么找到醉意的呢？自己把那个家里做菜的黄酒，那个酒是后劲比较大，感觉来了自己就想起来动动，啪啦啪啦，我摔出了7分醉3分醒，那个点对了。看有一博跳舞，我还不只看一个，还 hold 得住的，他是其中一个。可不是吧？黄豆豆一博健舞合作舞台，帅气逼人。更有春晚经典舞蹈原班人马到场，时光飞逝，回忆满满。你家伙都13年了，13年了。我看你这么年轻啊，我更有自信了。你这话让我琢磨琢磨。我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哎呦喂！哦，哇！天才！哇！天才！啊，王一博做了，太厉害了！可以啊，一博。春晚语言组爆笑出场，那些年的小品感，你还记得多少？女汉子。其实我上那个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只有这一次。我是上过4年春晚。哎呦，怎么一回都没记住呢？此时此刻已经知道我上没上了。烈酒180一杯，司马刚砸缸，司马光砸光，80，把我这脸呀都砸破西安。春晚的常青树居然也来了。想学本尊没问题，就是声音有距离。 10几届春晚，应该是17届，我才13届，他是常客，绝对了。今晚天天向上，带着家人一起回顾春晚名场面。欢迎大家收看由58同城为我们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现在上58同城心动节及心有所属卡，赢新年的福利。自从1983年那时候，你看啊，前锋刚刚生，大张伟刚刚生，对，哎，同年的，你们都没有呢。哎，我那时候已经10岁了，哦，已经有喜欢的同学了啊，和老师，喜欢的同学和老师，何老师啊，当然了，当然了啊，有首歌就是唱了他跟我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小河亲过我的脸，画面太美，我不敢看。看啊，这个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啊，就是一道守岁的这个硬菜。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啊，到看春晚的时候，家里电话都要把这个线给拔了。为什么呢？怕别人打电话过来，影响到他看春晚的直播。哎呦，1秒都不想错过。最早呢，我们当时是看陈佩斯、朱时茂吃面条啊、抓小偷啊，都看过。主角配角，对对对，那个应该是真正意义上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的小品的节目。其实我们今天啊要录春晚名场面的主题，有一个号称春晚3宝组合慕名而来，一定要来，他们或多或少都跟春晚的有一些小小的关联。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是谁。瞿颖姐、白凯南，还有春晚3宝，还有这人是谁呀？这个杨迪。哎呀，影子又来了。各位，瞿颖姐就是那么好看呀！在她的腰带，哪个不好看？我就说，主要咱们在白凯南之后衬托的更好看了啊，真的是美啊！3位老朋友啊，明显都能看得出节目预算不足了。什么意思？上一期开场你知道有谁吗？上一场是谁？刘德华啊！天哪！谢霆锋、王菲，那几个都是连唱。对。
哎，怎么语言组就来了你们3位？因为瞿颖姐肯定女神和女汉子，对，女神和女汉子，哎，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其实我上那个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只有这一次，之前上春晚有一次是模特的身份，有一次是歌手的身份。我们几个在那个百变的时候，贾玲老跟我搭嘛，她就觉得特别能够出效果。我记得第一次她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哎我不去，我春节都准备出去玩去了。她说我们先排，如果要是交上去没有过的话，你就去玩去。结果他们排的时候就过了，所以我也挺荣幸的，今天站在春晚的语言组代表里面。我是上过4年春晚。哎呦，怎么一回都没记住呢？一回都没记住呢。我一猜他就说我这个，因为我4次春晚3次被拿到了12点以后。你们说相声的时候放炮仗呢，我根本就听不清我们说什么，然后就看俩孩子跟那儿。12点钟要想观众留下印象很不容易的。对，但是你跟贾玲第一回那个还挺好的呀，也有金句留下来了呀。你说2句，让大家听听，是不是特别垮吧？听听。我别试了，肯定垮。就是好像就是贾玲说的那句什么，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真的吗？您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各位大家记得不记得？有没有？给点面子，给点面子。再想，我们俩人穿马甲，把马甲给我拿来吧。就因为我们师兄弟有一位上过一次春晚，他穿着一身黄西服黄西服，然后就这辈子上哪儿去演出都得离不开那黄西服。2位都上过春晚，我就春晚擦边球。哎，你是差点上，今年有机会能上，对不对？他在参加审查。此时此刻已经知道我上没上了。但是我现在没法。你录2版，你录2版，说我是不是要录2版？杨迪是否登上春晚舞台？观众朋友们，今年春晚我的节目好看吗？挺遗憾，今年没能登上，就是。孩子还在这，大家说开心不开心？今年没上，大家很开心，对不对？大家过了一个特别好的年啊，对。所以此时此刻我也是感觉到很未知。哎，其实春晚的那个语言类节目啊，就历来是群英荟萃，每年的这个节目啊，都能够形成流行语。对，流行语。对。三宝觉得春晚上语言类节目的名场面分别有哪一些？我最爱看那个赵丽蓉老师和蔡明写的节目，赵丽蓉特别深刻，经典。哎，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瞧我这张，反正很长，对我都记得。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还有那个什么司马缸砸缸，司马光砸光，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光。这个特别多，好多。哎，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大锤砸那个40，林永健啊，永健哥，敢骂呢？大师，大哥，老弟，好啊，大哥，你们干嘛呢？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似的，把我这脸呀都砸破相。对，哇，好多回忆，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绩效，对，印象太深刻了，哎呀。你们作为语言类节目的演员，上春晚真的就是一个目标啊！在这里面上的最多的应该是老白了啊！哎，是每一次都挺难的，所以我一到春晚组，我就给自己起外号叫白凯太难。白凯太难了，你看还跟冯巩老师一块儿啊？对，这是唯一一次在12点之前上的就是这个节目。那是因为冯巩老师在啊。因为冯老师是他师傅嘛啊。对，还有徐帆老师。哎，你模仿你师傅是不是？特别像。你先来一想死你们了，观众朋友们都喜欢看这个。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亲爱的朋友们，想死你们了！我想死你们了！对，过年了，死你们了！给大家带来节目，这手一抖。来，你再模仿你师傅骂你。我师傅没有骂过我，好吗？没有骂过你，都是教导。海南的孩子不错，好吧？来，你过来，你说一遍你词儿，你来说，见着我，你说，爸。
狗找回来了。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说爸，你先别说爸，你说狗找回来了。好，狗找你是我是谁呀？我是你爸呀，对不对？你得先说爸，你再说狗找回来了，好吧？爸，你看，你先别说爸，你按词儿说好吗？好吗？我太难了，到底怎么着啊？最后改成什么词了？狗爸找回来了。嚯！一般像春晚这样的一个语言类节目，大概要提前多久啊？2、3个月吧。2、3个月，我是这样，我还跟我师傅那炫耀，我说师傅，今年听说7月份就要建组，我5月份我就开始准备年底的节目，半年就弄完了。对，然后我师傅说，我转过年来就开始准备了，1年的时间，动作永远比我们还快。对，经常说你这个小品特别的春晚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有那种小品的那个范儿，或者是有那种结构嘛，就跟偶像剧一样，有什么特征吗？来一个，怎么叫特别春晚呢？哎呀，大伙儿都来了，哎，看我买的什么呀？嗨，赶上打折，买点年货，拜年了，就这个。对，就是一上来先得拜年是吧？说观众打招呼先啊。哎，你看啊，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吓吓他，妈，先一出来先给观众说点话。对。还有那个小品里经常闹完误会以后，就急得不行了，然后老有一个小品演员就，爸。哦。别这样，就停了啊！把现场怎么记录？别吵了，还有那个呢，说咱们回家，是回咱家。啊，最后还得纠正一下。还有一种收尾是这样子的，回来。对，然后就下场了，人不见了。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不下去怎么谢幕？嘿，怎么了？还没给大家伙拜年呢。过年好，对，就很突然。观众朋友觉得这个春晚3宝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实力能够上春晚呢？对，我们再让他们演一个小品，看看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好，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全新作品《新打工奇遇》。哎呀，大伙儿都来了，我在这儿给大伙儿拜年了。我们这个太后大酒楼啊，今天终于又要开业了。为了更好的经营啊，今天我要现场招聘总经理。听说第一位上场的，她就是一个大美女啊！来，掌声请出她。太后酒楼今天开张乐，哎，小伙我来到这里搏呀搏一搏，发挥我的才艺嘛，跳舞和唱歌，把这酒楼打造成个音乐王国。小伙子我快停吧！哎呀，才艺多我。小伙子呀，你可能走错地儿了。这个美容医院呢，在对面。这是大酒楼。打扰了。是，我就是来你们这个太后大酒楼，我来应聘经理。就你这模样？我这模样怎么了？咱们先不说模样，哎，你说一说你的经营理念都有什么？我的理念就是把这儿打造成一个音乐王国。还是音乐呀？还是什么？音乐 music 音乐王国。怎么个音乐王国呀？我光说你可能没有感受。来，你来演一个顾客，我来演一个服务员，好不好？咱们操练起来。那我现在就考你。好。我说服务员呢？来啦！怎么这么闹腾啊？快说你们这儿有什么拿手好菜？看看这菜单啊，我们这儿有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子味猪，4两4热那个8碟菜，白根老酒哎。烫一壶，走四方，你看一看，尝一尝，你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哎呦，嘿嘿，不错，怎么样？你看看老板，你这样客人和那个服务员一唱一和的，生意肯定能火。小伙子，你这个理念真不错。好什么呀？
谁呀？这位是？你是谁呀？有毛病吗？我没病。没病，没病，走2步。看明白了，关节炎，还是把我们这儿当医院了。我们这儿是太后大酒楼。我是来应聘的，我是新型机器人，我的型号是 DayDayUp101。祝白老板新春快乐，春节吉祥，能为您效劳我3生有幸。吓人，小嘴儿可挺甜的。机器人当总经理，咱们头一回接触哈。那你说一说，你有什么经营理念呢？餐馆它是服务行业，服务就要做到极致，极致的服务是你们人类不能完成的，但是我们机器人可以完成。现在我就请您现场演示一下，这是遥控器。哎呦，还有遥控器，嘿，咱们看看这第一种叫热情奔放型。哎呀，白老板，太长时间没见了，你都去哪儿了？哎呀，呀，怎么着？最近怎么气色这么好啊？帅了，太帅了！不敢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比那王一博还帅。快停吧！可不敢传出去啊！传出去，我得多高兴啊！我呀，哎呀，咱们还是看看第2种型，知性理智型。白老板，欢迎光临。我知道您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但是为了您的健康，你必须听我的。你呀，一定要记住，每天要吃的菜都有什么：青菜、白菜、娃娃菜、花菜、黄花菜、鸡毛菜。停！拿我当兔子养可不成，我就爱吃肉。咱们选第3种，叫做霸道总裁型。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不是，我觉得那么多肉，我不要你觉得，我觉得我要我觉得。不是我这儿招吃还是不吃？不是我，你赶紧给我吃！不，你到底吃不吃？我不要这霸道总裁型了，真是的。怎么了？现在进入程序紊乱模式。这要干什么？什么？干嘛呢？要摔死我是怎么着？小哥哥，我要你带我出去玩。上哪儿玩啊？上马栏山。哎呦喂，马栏山那么老远，你背我去。你这么大个儿，我背得动你吗？你背嘛，你背嘛。不行了，快点找这遥控器，快点！我要你背嘛，你给我停！哎呦喂，差点没折腾死我呀！老板，这个人不合适，你得选我机器人，经常这么乱七八糟的。你看我，音乐的王。行了，你们俩都差不多，我停吧，又来音乐了。你们俩呀都有优点和缺点，咱们再看看这第3位是谁上场。我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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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飘来5个字儿，我是大沈阳。宫廷玉液酒，哎，是180一杯，现在怎么卖？4块钱一堆，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好，太好了！好什么好啊？哎，哪儿好啊？纯粹是假冒伪劣。哎，这是谁说话了？啊！啊！哎，这怎么有一人长得跟我有点像啊？想学本尊没问题，就是声音有距离。这模样长得也不像，怎么看怎么像西瓜皮。我呀，挺好个酒楼，让他们给搅和黄了。按道理说，这间酒楼啊是1996年我们开的，当时啊，赵妈觉得我呀是个奸商。经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来到了2020年了，嘿嘿，我们要重整旗鼓，闪亮登场，可有一节。
再也不能欺骗顾客了。我们必须要做到货真价实。谢谢。哎呦喂！谢谢。啊，你的姐。哎，王老师好，王老师好。哎呦，帅哥好，帅哥好。老师好，帅哥好，老师好。哎呦喂，你好啊！我最喜欢大张伟，是不是啊？大张伟最帅。哎呀，谢谢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大张伟那首歌自己都唱出来了。唱什么了啊？我怎么那么好看？回来，谢谢您。谢。哎呦，龚老师啊，哎，您刚才出场的时候，现场这么多观众，年轻的朋友，掌声那么的热烈。再次提醒，不好意思啊。10几届春晚，我是参加春晚应该是17届，17届啊，我才13届。他是常客，绝对了。看您是春节晚会的不老松。哎，没有。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春晚的集锦啊。哎呦，我看我都在驴前面呢。这哪一年？这个1999年，赵妈的最后一个作品啊。老人的伦敦街，我这是战死一颗孙。看你像根筋。6月6啊，6月6，我怎么这么精神？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1毛1呀。打的费呢？77呀。什么叫欠嗨啊？你不叫欠嗨，你叫什么？我欠扁。大哥，哎，打谁呀？打我！大哥，谢谢。第一年是哪一年？1990年。当时您的搭档是岳宏老师，电影表演艺术家。打麻将，对，打麻将。当时呢，我是沈阳曲艺团的演员，我呀长江啊出了一盘盒带，就有我们演的小品的集锦。冯巩老师啊看见了，他就把这盘带子交给了春节晚会导演组，他们就看了。突然又接到导演组电话，说我们啊。今年的春节晚会呢，是以3个队比赛的形式出现。你呢是参加一个队比赛讲笑话，我就觉得有点灰心。这时候辽台给我打电话说，汉林有一个好的节目，你能不能回来排这个辽宁台的小品呢？我一听我就心里长草了，我就跟黄一鹤导演说，我说黄导，我想回去。黄导当时就愣了，哎，你怎么能回去呢？啊，这好多人都想着上春晚，你怎么能回去呢？可不嘛。第2次连排，黄导就看我情绪不高，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那个没演上小品呢？这样吧，你讲俩。我一听，行，讲俩。这招行。辽台的晚会又给我打电话了，就说，哎，这个节目特别需要你，还希望你跟潘长江俩人一块演啊，太火了。我又开始跟那个黄一鹤导演说，我说黄导啊，我还是想回去。黄导当时就生气了，你想不想回去？我说我想不想不也想，反正也是想。哎，贯口。我现在就让你演个小品，你演好了你留下，演不好你回去，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节目演通过了，那你就行了。我当时翻着剧本我就看，6页纸，我一气看完，非常的兴奋。我说这谁写的？简直就是给我写的一样。然后我就给黄导打电话，黄导我看完了，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有。第一，我不想用普通话来演。第2，我的台词我想改。他说这我也做不了主。但是黄导说你可以试一下，明天让他们听。我就连夜到了凌晨3点，我就全改好了。第2天把我拉到剧组，然后呢说他叫巩汉林。就是你们那节目，他说他调整了一下，我就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用浙江的普通话来演？我说我觉得呢，这个口音一出来啊，特别符合这个男人的形象。我这一念，严肃老师啊，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严肃老师是一个笑点，不严肃了。一直笑，听什么他都笑。你一说话他就嚯，我就拿眼瞄着他，我说不是这是真笑还是假笑啊？说完了之后，3个人一研究，你们觉得怎么样？就这样。拿准就定啊，一下现场定。这是第1次上春晚，效果极其强烈。那是1次通过，哇，平步青云，无心插柳柳成枝。我相信严肃老师为什么他不是托儿。
他那个人就这样真，像好就笑，不好他接着就翻脸。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小品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包袱，有包袱，还要有意义，不能瞎说。有意义，听到没有？要有意义，要有意义，要传递正能量啊！我们现在现场玩一个互动，我们有请我们的春晚三宝一起来即兴加包袱添杆。来，好，除夕夜前夕，水泄不通的售票大厅，大家正井然有序地排着队，突然，一位彪形大汉插到队伍最前面。此刻排在第2的胆小鬼，他该怎么填啊？排在第3的，排在第4的，最后彪形大汉大喊一声“过年好”。好，我去，我当胆小鬼，前锋来大汉，前锋，我大汉，前锋一身大汗，一身大汗，来，不是春晚的胖啊，来，杨迪排第1个，我排第2个，然后瞿颖姐排第3个，第3个，对。卖票了，卖票了啊！买票的，买票的啊！买一张去海南的火车票。你去海南干什么？去过年。你这么，哎呦，怎么插队啊？这人怎么插队？来拿一张票，去哪里啊？去那个去东北的，去东北的。啊，要卧铺的还是要软座的？等一下，等一下。你估计还得买一会儿，对吧？那我在旁边跟他们背一首诗好了，没关系，没关系，不打扰。背什么诗啊？排队何必太着急？哦，一个一个排整齐。其实也可以往前提，反正有人厚脸皮。还插队的是吧？啊，站着，插队是吧？在我面前敢插队是吧？怎么了？你大哥你靠边，大哥你靠边。你这么矮个儿，你插什么队呀？骂我呀？我都没排队了啊！那个哎，你们怎么都到我票房里来了？我在这儿买，没事儿。这是有墙的，这是我的票房。来，我买票。要卧铺还是要卧铺？要卧铺啊！赶紧的，最近那一趟啊。怎么？我是应该站的，你应该在我后头。我这不是刚我插的那个小矮个儿啊，我又跟你没关系。小矮个儿不是哪个小矮个呀？那不是他吗？这个。那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不着急，反正你爱插队。什么叫爱插队？你们先理论啊，这个你别影响我，快跟着女士解释，我们俩是朋友。谁俩是朋友？你不认识我吗？你是哪位啊？我就是那个。过年。不是闭了，这节目闭了。杨迪说：“这是谁呀？你就是那个过。说说啊，其实你是过，我是过年好。你是隔壁老过家的孩子。我没明白，这是节目吗？这是游戏吧？对，游戏但是顺不下来。游戏，我们这么一乱闹，就特别凸显了前期的编剧跟彩排有多重要。对，我是这样想的啊，你不管什么节目。你不经过深思熟虑，你不经过排练，你说我上去就是要撞，有可能你会撞出来。但是实实在在的说，经典为什么能够流传下来，就是一开始大家用的就是工匠精神，一针一针的精雕细刻，好东西才能够留下来。对，时间啊，它就像一个手一样，它不断的有可能推你、摇你、搡一搡你。他如果不严丝合缝，他就垮了。翰林老师当时那个汤个儿就是汤个岛，哎，当时怎么编出来的？是这样，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啊，演的都很好，然后赵妈就说啊，你说咱娘俩在台上跳舞，咱跳的又不精彩，你又不幽默，我们只是有动作，我就跟石林老师说，咱们就按照汤个一般的概念来，你看。汤个就是汤啊，汤着走，对不对？三步一窜吧，两呀两回头。堂客就是堂啊堂哥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
然后你再弹啊弹着走，这叫弹个儿。嘿，这才叫弹个儿。对，使劲儿点。当时我们就是这么编起来的。所有看过那一届春晚的。当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只要听到一个开头，弹个走，后头都往下接就出来了。对，您跟那个赵老师一共合作了有5次。在春晚舞台上，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事儿？1999年，那应该说是赵妈的谢幕之作。1999年，赵老师啊已经被检查出来得了肺癌了。但是呢，这件事儿我们不敢跟他说。我们跟家人都商量好了，无论如何让妈好好过个年，在此之前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儿。我的任务呢，就是每天到了剧组，到了排练场，给赵老师啊冲药、吃药。他就说：“翰林啊，你别给我吃了。”我就觉得这个药它也不管用，我该咳嗽它还是咳嗽。但是我说您必须得吃，你要吃时间长了，肯定就不咳嗽了。那一年我是最难过的，因为我知道，对，眼前的我最尊敬的老师，他得了这样一种绝症，同时还要参加春晚，又不想让他下来，为什么呢？就怕让赵老师知道，哎呦，是不是我病得很严重啊？不让我演了。我们就只能瞒着他。那个时候赵老师已经70多岁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啊，后边没有正儿八经的休息室，全都是一个大走廊。是的啊。找赵老师合影啊、签字的人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来，一会儿一来，赵老师一边咳嗽还一边给人签字。后来我就拦着了，我说各位谢谢，别让赵老师再签，让他休息休息。赵妈还老怼我，你别人家都来了，你签就签吧，签就签。他就这样，我也没招了。后来呢，我就开始给赵老师找地方，我就给赵妈在厕所旁边有一个小锅炉房，烧热水的地方，我就拿一把椅子放里边去，让赵妈坐在那里。锅炉房，哎，因为没有地方待。所以那一年的春节让我过的是最难过、最纠结。虽然给观众送去了欢乐，但是观众并不知道我们背后流了多少的眼泪。对。还有一次，就是赵妈跟我在演《如此包装》的时候，大家知道最后有一个画面，赵老师跳舞，是不是没有那个蹲住那下啊？跪下，当时赵老师没撑住，砰就倒地了。观众以为是制造的效果，其实不是，是因为赵妈那条腿啊有伤。那腿当时肿的呀，就透明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他坚持着把这个节目做完。下场的时候，观众没看见，是我们几乎把赵老师架到下边去的。转过年来，就是1996年排这个《打工奇遇》的时候，他的腿呀，比排《如此包装》伤得更厉害了，几乎是走不了路。然后我就逼着赵老师到积水潭看，专家就说：“赵妈，你这个必须做手术，把积液抽出来，然后把你那个半月板要换掉，不然的话你这根本就不行了，必须躺了卧床。”那一年赵老师就演太后大酒楼，一会儿上桌子，一会儿下桌子，旁边老有金珠，那是我媳妇儿啊，搀着赵老师。其实这个角色一开始没有。我就跟石林老师和申明老师说，我说去年赵妈在台上就闪失了一下，我是在戏里边的，我不能过于表现，对，那就让金珠来，你让别人来不合适，戏少就让自己家人来。当时我记得就有一些观众说，巩汉林呀太自私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演个节目还把他媳妇儿带上了，对，其实不是，我媳妇儿主要的任务在舞台上就是要照顾赵老师。我们要看细节，有一次金珠那个表情都已经跳戏了，因为赵老师一下他赶紧下去就跑过去了，表情都是跳戏的。对，所以演员呢这一行是挺不容易的。看着我们台前光鲜亮丽，但我们背后确实有付出，不过苦难，但是我们快乐着，因为观众快乐。好，哎呀，你看上了课了啊。翰林说的赵老师谢幕的这一年，实际上我们春晚内部都知道，赵老师特别爱开玩笑，老远就说谁家这么个大闺女这么高来了，你就全都是这类的。那年因为知道了，我就特别想很高兴的继续给他开玩笑。后来我一见他我就说，
后来我就觉得他是意识到了，然后他就过来，他也个子比较矮，他说：“闺女，你必须好好的，你知道吧？”我说我知道，跟他特别好，他就老说让我们上他家去吃饭。他在北郊有个四合院儿然后啊，我和陈一路导演，然后说咱去，咱别空着手啊。我说那拿什么？他说咱们扛着机器。我说哟，我以为你要送什么东西呢，这窃取呀。我们幸亏扛着机器去了，然后记下了赵老师那个。这很美好的时刻，也不是舞台上，就他们家小院儿。我今天把这个带来了，你们给观众播一点看看。太好了！您看过吗？我都没看过。对，我们在台里都没有播过。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一点。赵老师，哎呀，我们到了！哎呦，那怎么着？我看你这锅都冒烟了，咱上你在你家吃。我说什么来着？你等着吃来了吗？不是我等着吃，是摄制组的人吃。亲爱的，这个赵妈，身体健康。我祝你一帆风顺，越活越年轻。这不可能，我都给喝了，就那么动人。你小时候很喜欢唱评戏呢，还是家里逼着你唱的呢？我那阵儿倒是没逼我，就说呀，这个让他有点文化，等着就上学不行，入不进去，心里头老想着那个舞台的那个，天天在戏班里头待着，老想那个事儿，唱戏。那打从那以后你就再没有上过学了？哎，就这点遗憾呢。从那儿啊也就没上学，又学了戏了。剧组人都说你好啊。剧组人可好了，我真诚对他们，他们也真诚对我，特好，都跟亲家似的。就我那一帮儿女啊，那次丁佳丽跟我说我妈怎么的，我妈我说你妈是谁啊？赵丽蓉啊。对呀，申君怡啊，申君怡，马小晴，那都跟我特别好。梁天、葛优，你瞧这一帮，一大帮儿女，好儿女，都叫妈，都叫妈。可是叫妈的多呀，疼妈的少。哎呦，这老太太怨气呀！他们工作忙，我也知道。我们跟导演一起在商量，说你看赵丽蓉她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民间艺人，最终走向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家。这里边是你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那是很多人没法比的。就是我觉得我每次给你介绍的时候，比如说介绍你出去演出的时候，从来你都嘱咐我说，你千万别报艺术家赵丽蓉，说大伙儿要认识你，你就报赵丽蓉人也就认识你，你不认识，你说她是著名的，大家没见过的，世界上唯一的顶尖的天王也没用啊。你说是这么个理儿吧？没错，是。你是不是始终没有放下对自己的这种艺术上的训练和做人的要求？我就是用心，反正我对观众是真诚。不管我接了角色，或者是演小品，或者是现在所谓的唱段歌吧，反正我是真诚的在那儿对待观众，拿真心对观众。对，就是真心。所以我得来的呢也是观众的，你别拿人观众，你说我这我也会那不行。所以我呀就觉得这方面可能有点关系。再有呢，从生活出发，演戏也好，干什么也好，我们不枯燥，为什么？老老实实。所以你越这样吧，观众对待你越觉得好。哎呀，看着这个就特别想老太太啊！那几届春晚，看着她多开心啊！杨迪说他昨天因为要排今天这个节目，看赵老师那个之前作品都在被窝里都看哭了，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啊。因为我每次看到赵丽蓉老师，觉得特别像自家的姥姥的感觉。对，她生活气特别重。我杨迪在排这个时候，我这词儿呢熟哎。对，我说这是真的爱才能把那些词儿给说得这么顺啊。我就尽量台上那词儿千万不能出错，我台下一直在练。反正我就觉得赵丽蓉老师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一位老师。是啊，谢谢她。谢谢。龚老师，您看到赵妈的这一段，您第一次看的这个影像。就是恍如啊，昨日一样。其实赵妈走了之后，我是最不敢看，就是我们娘俩演的所有的节目，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只要我一听那声音，我就赶紧走，就不敢看。直到有一次就和家人见面，做回顾赵老师的事迹的时候，
我这个心结似乎才打开，啊，跟大哥二哥就抱在一起。这个大哥二哥也一直在说翰林啊，咱妈走了，但是咱妈这一辈子值啊，值就值在货真价实。现在我到看的时候，你比如说看见赵老师，看到我跟他的演出，我都没有觉得赵老师离开。而且现在啊，逢年过节都会放赵老师的这些经典的作品，所以就似乎赵老师还在陪着我们一年一年的过着年，给我们送来年味儿，送来欢乐。我老觉得就以前有一些人老说什么找人参果要永生。然后，但是其实赵老师就是用自个儿艺术的努力找到了那个人参果。他虽然离开了，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刚才我们一看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就是活生生的赵老师，就很轻。所以说以前那句话特别对，他不是离开了，他是走出了时间而已。对，就特别走出去了。一博都已经觉得一博，你好像没有，你应该没有看过赵老师。但是他就是我看过走心那种啊。小时候其实电视上会有很多赵老师的重播，当然那些很经典的场景也都看过。听刚才赵老师那段话，就感觉那个时候的人更真诚一些，对事情的更专一，然后也不会讲其他。看之前的演员，就是眼神里就是很干净，对，没有一些杂乱。我觉得都可能要回到之前的那种状态。赵老师他自己说他没有文化，但是他说了一段我们所有的从事演员工作的人都应该记住他说的至理名言。你的作品是伟大的，你不用觉得你多著名多了不起。对，就是这意思。你的作品不行，你说到天，说他是顶尖，什么也不行。靠作品。就是看赵老师节目的人，真的没有年龄层次上的分歧。对啊，3代同堂还是40同堂，大家都在看。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年轻的朋友讲，什么是春晚的节目啊？春晚的节目在你表演的时候，会40同堂围坐一起看一个节目，没有人感到尴尬。我希望春晚舞台上，特别是重要的年节这一段时间里边，应该是普天同庆、普天同乐，不应该分出层级。这样的节目才是高精尖，所以年轻的演员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带去的、送去的一定是绿色的笑声，清新的欢乐，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哎呀，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场上的人啊，是一个获得了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再次谢谢龚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每一年的春晚，除了让人特别难忘的语言类节目之外呢，舞蹈节目也是能够起到震撼人心的啊。我特别记得我母亲就最爱看男孩子跳舞那种阳刚之气、飒气，对不对？那我就不得不要说的啊，不知道咱们有一个大师，对不对啊？他的那一出现，让别人对舞蹈就感觉是个艺术，有灵魂。我们掌声有请在春晚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舞蹈大师黄豆豆。
哎呀，豆豆老师好，汪哥好，汪哥好。豆豆老师参加过几次春晚？我参加了4次春晚，但是呢，跳了3个舞，最后还唱了几句歌啊，唱了歌。您舞蹈演员怎么跑到春晚去唱歌去了呢？因为大概在96年吧，有一个分会场在上海，所以上海就说选几组家庭，大家一起唱大合唱，结果我们就去了。春晚每次演完了之后都会评最佳歌舞类、最佳语言节目类、最佳什么什么的啊。对，最鼓这个节目是95年的春晚啊，当时是最佳的舞蹈类，它里面好像有功夫的成分在里面啊。它这个醉舞是吧？醉鼓还有跟醉有关系。对，醉鼓啊，因为24年以前吧。冒昧问一下，您今年多大了？哇，您跟林志颖似的，怎么感觉特年轻？比我小，没怎么变。我1977年出生，对，豆豆比我小，今年43岁。哇哦，43，多年轻！看一个43的，跟看一个46的，真是胡子不一样，胡子刮的都年轻，都年轻啊。当时是怎么找到醉意的呢？是不是真的上台之前要喝2盅？原来排练怎么样，老师都觉得不够好，到最后真是把我给逼急了，自己把那个家里做菜的黄酒，其实是应该很差的，喝了一口我感觉没什么感觉，再喝一口没什么感觉。现在上瘾了，后来就后来我直接过了。我不知道那个酒是后劲比较大哦，突然就来了。对，好像感觉有点要听音乐，那个是 Walkman 时代。放2节那5号电池 C 这儿，然后就听了一会儿，感觉来了，自己就想起来动动，结果成了动，啪啦就从床上给摔地板上摔下去了。但是那一摔，我有一种感觉，摔醒了，我摔出了老师说的那种7分醉3分醒，我就感觉那一摔就摔到了刚好是那个节骨眼上，7分醉3分醒，那个点对了，拿捏到了，找着这感觉了啊。对，2016年也跳了一段有关鼓的舞蹈。其实当时2016年那个是盛世鼓舞，听到那个音乐，我的浑身鸡皮疙瘩，我就觉得那个节目其实是有一点点临危受命的感觉，因为那一年就通知我们在分会场是在西安，既然分会场在西安，说春晚里面一定要有个兵马俑的节目。那么我其实是跳过兵马俑的舞蹈，哇，那个兵马俑的舞蹈就让我们觉得。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肌肉控制居然能够控制的那么好，哇！而且那个力度，哇，太漂亮了，到位。但是后来我们剧组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因为兵马俑啊，一提到大家就是想着去征战的那个感觉，说这个好像跟春晚的气氛有一点点差距，就10天不到了，10天就30了啊。对，所以那一天晚上就跟剧组大家就在那里头脑风暴。后来想想。兵马俑也是中国人，那中国人过春节要干什么？一定要打鼓。那我们就来个打鼓的兵马俑。今天豆豆老师也带来了2件春晚鼓舞的道具。大张伟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鼓重不重？啊？你希望我说的是？意义重大啊，意义非常重，但是重量可能我手就有点大，你知道吧？就感觉很轻易可以拿起来啊。它的重量是非常轻的啊。我自己在八仙桌上跳的时候拿的是一个真的鼓啊。后来呢，他上春晚当时就想出来说，让所有人抬着一个鼓，让我在鼓上跳。结果每天训练就发生意外，一种是鼓可能摔下去。一种是我跳到时候甩出去了，我人和鼓就一起飞下了大鼓，有时候就人摔下去了，鼓还在上面，反正就各种情况都有，因为重量。对，最后就是说，那就做一个特别轻的鼓。有一个地方是我把这个鼓啊立在鼓面上面，但是就怕晃，所以后来也是我们剧组想办法，就是雌雄搭扣哦。鼓的上面放2块是雄的，我这边是雌的，刚好卯上，所以那个啪一放，它就可以不会摔下，吸住了。这2头都有，每一个瞬间都要想很多办法。这个呢？这个就是16年的盛世鼓舞敲的这么一个道具。当时也是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能老是自己在练功房去练功，在台上跳，应该更多的深入基层、深入人民。所以后来一想，在陕西那个地方有很多我们中国传统的鼓文化啊，对，所有的鼓过来一起排练，而且最后他还设计了一个把所有中华民族各种各样的鼓连成一条长龙，兵马俑在最前面，然后一个立着的鼓呢像龙的头，鼓舞形成的巨龙，到最后飘扬在中华民族的上空，这个寓意特别棒，敲响大鼓是这样。哇，这个寓意特别的好啊，听着都振奋。后来第2次上春晚表演是龙腾虎跃，对，醉鼓和龙腾虎跃都是排练了将近2个月。
因为龙腾虎跃其实从难度上来讲，可能某些地方它比坠谷对团队的配合要求更高。邢世苗导演设计第一个板凳升上来，我脚左边右边各踩一条板凳，然后1、2、3大家下叉唰，其实不是我下叉，是下面的吴导演啊，1、2、3大家打他们去移动，那个要控制好啊。就是你架在那儿，像那个威亚吊着架在半空，就这样。它上面有保护吗？没有。掉下去过吗？排了好几场，感觉把握还是有的，而且他起来那个音乐也特别高昂，是张千英老师做的主。那个感觉，每次到那都有掌声的。结果那天，等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地上了，因为那个分得太开了，所以真不容易。对我天生脚又短，稍微分开一点点就就下去了。叫天生脚短。对，哎，到了第4次的时候，女儿也上了啊。她现在学舞蹈吗？没有特别的送她去。但是呢，他自己挺喜欢，所以他们学校就组织了一个芭蕾的校队，每个星期上2个小时的芭蕾入门课。后来我就悄悄跟他讲，这才只是入门呐，他应该有天赋吧？他的腿好像比我长一点，那太好了，这真令人欣慰。然后软度天生还不错，这腿掰的跟不是对。做。一开始我很反对他去，我就说那请的老师是谁呀？他一说那个老师，我说这老师不是我同学吗？知道他去法国了。我呢就跟那老师讲，我说我就没准备让我女儿学舞蹈，你对她要求就不要太高。但是有一点。你从法国回来，能不能所有的芭蕾术语都用标准的法语教？那个老师说，豆豆，这就是我的教学特点。学了1年以后回来，他很高兴地跟我讲，爸爸，我今天当课代表了。我说哟，你是语文、英语还是数学的课代表？他说，爸爸，我是我们芭蕾兴趣小班的法语课代表。当法语课代表了，未来他如果要从事舞蹈，你也应该不会拦着。虽然知道舞蹈很苦，我会坚决反对。万一他就是才华挡不住，天赋。对，出去走路都是汪，天生。然后一边说着法语。对，你就是不同意。家里这个有1个人跳舞，这1个人就把全家3代人的苦都吃了。我们家到我已经是第2代了，所以我是坚决不能有第3代再跳舞。爱女儿还是不想让她吃苦，对，因为豆豆自己知道吃过苦是怎么疼舞蹈，老挨摔，来摔懵了。你说这个能让他闺女受着苦吗？啊！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看过一博跳舞吗？我还真看过，我还不止看1个，他舞剑的1个。另外我看过我的舞蹈吗？你那个我也没有看过，你那个毛巾那个。对。还有什么？您还看过什么？一博还有舞红缨枪的，还舞过旗子都舞。拍戏还有边唱边跳的，我看过。我觉得从舞蹈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像他这个年龄段唱跳的歌手，跟着大家一起跳的那种有很多，但是真正大家跳出来，啪，其他人散开，舞台上就剩他1个人还 hold 得住的，我觉得他是其中1个，真的很棒。既然话都说到这样了，合作，我们有请黄豆豆加上王一博带来剑舞。
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春晚女团，叹为观止。哎呀，哎呦，看精神了该啊！厉害厉害！你家伙都13年了，13年呐！我看你这么年轻啊，我更有自信了。这话，你这话让我琢磨琢磨。就那一个动作，5、6年，就那一下，5、6年。对，我当时就是演这个动作。来，王一博，王一博好累啊！只要有活就扣，来吧，都得满足他们。哎，对。哎，哇！天才！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58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找工作上58同城心动节集卡赢福利。豆豆老师，您自己觉得，您看春晚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哪个节目？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家里电视还是黑白电视，黑白9寸很小的，或者14寸，但是那个画面永远是记得住，就是一个哑剧表演。哦，王景瑜，我天，那个太厉害了，把那个鸡精钉在那个桌子上，然后摇，对，就是围着那个桌子转，就是为了把那个筋给瞪出来，而且那种弹性表演的，哇，很经典啊，这个太好了，特别经典啊。还有舞蹈类的呢，您当年看的89年那年，陶晶老师的舞蹈，哎呦，陶晶老师厉害了，陶晶老师那个叫做霹雳小子，当时跳起来，跳起来，人家拍过一个电影，我们跳起摇滚青年，摇滚青年，摇滚青年，对。我陶晶老师那个腿，感觉3步道能走10里路，然后特别又长，好长啊，对。特别快，特别酷。因为我们当时啊，就是大家不明白，就是太帅。这个节目一上来前2分钟，大家都不明白这跳的是什么舞蹈。当年有很多不同的舞蹈的现代舞也好 ，disco 也好，这种健美操也好，在那个时代就突然涌入中国。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所有在古典舞、民族民间舞和芭蕾舞之外的舞蹈统称为现代舞。但是这个呢，感觉又不像。他跳街舞，但有时候他又变成学院派的一些舞蹈元素在里面，而且他跳，突然又唱起来了。然后有时候他人不见了，就群舞在那跳。对，群舞从小孩他又回来了，是不是？对。然后他就是像个穿了溜冰鞋一样，就对不对？就溜过去了。他3步走10里路，对，感觉这个人好快啊，就是他是那个呱呱就这么过去了，对，就好厉害，对，怎么回事？像这样的舞蹈，其实给我们这一代舞者的影响很深刻的。他真正是我们中国舞蹈历史上应该说第一个能够从专业的舞者背景能够过渡到流行的唱跳明星的第一人，他就是自己能琢磨出那些东西来，能琢磨啊。哎，你们觉得舞蹈的名场面有哪一些？那必须是千手观音啊！哦，千手观音。其实我也是印象最深刻就是千手观音，那时候特别壮观，感觉特别这个灯光又漂亮，很庄严肃穆，整个人就惊讶在那里了，叹为观止啊！我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群老太太跳那个皮啊，对。哇，这个也我太优秀了，对不对？这个有名气，这个有名气。大张伟呢？小彩旗儿，小彩旗儿，行为就在那转，行为艺术一直转，就在那转。对，我应该还有就是杨丽萍老师，对，哇，包括藤缠树啊，然后2棵树啊，然后孔雀，我的天哪，那个手，杨丽萍老师要是摘瓜子的怎么摘呀？是不是？那手跟他就直接这么摘呀，娃娃机一样，摘完了以后还因为枝叶可长了，对。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几支被称为历届春晚当中最令人难忘的舞蹈，让人叹为观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春晚女团，有请。
哎呀，叹为观止，看精神了该哦，厉害厉害。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每个有个代表。杨迪，杨迪，怎么了？杨迪，叫杨迪呀？啊，杨迪是你偶像是不是？没有，人不高兴了，提到杨迪之后啊。首先从年纪最大的这阿姨，王阿姨，现场的好朋友们，电视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哎呦，金霞姐啊，这个啊，我来自河北唐山，是中国老年艺术团唐山俏西洋舞蹈队的成员。今天跟我一起来的还有3个姐妹，一起来的。感谢你们多年来对俏西洋的关爱和支持，有你们的支持，才使我们06年春晚上获得了歌舞类1等奖。谢谢大家，谢谢。哎呀，你说06年到现在，你家伙都13年了。13年了，那时候我57呀，现在54，我才70。越来越年轻啊，就这么。俏西洋这个舞蹈是有多么的讲礼貌，一直要跟你握手，一直要跟你握，他就不跟你握，就不跟你握手，伸手握手。我说你们俩把那个皮儿都养活了，养活了。你说大张伟这孩子，你这都啥呢？你这不是握手，那是，这好像是皮影啊。是啊，因为这个皮影舞蹈啊，是根据皮影戏改编来的。是。我是把屏幕上的影人用我们真人来表演，使观众大家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民族文化就是世界的，我们想让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早一天走向世界。王老师，你们队儿出过国没？出过国。我们呐是随中国老年艺术团到国外进行过文化交流，也没去过几个地儿，都是那个澳大利亚、英国呀、新加坡呀，这就不少了。还有呢，英国、法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芬兰、以色列，这一大堆。这个队呀，通过咱们天天向上，走向“一带一路”。好，说好了。哎呦，王阿姨真是这底气儿真足。现在每天都还跳吗？我们每天都在锻炼，因为呀，这个民族艺术啊，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哎，下边有了接班人，才能把我们的民族艺术发扬的更好。你看，像我们这几个姐妹吧，一个是上过春晚的陈秀荣。陈秀荣，哎，有印象。一个是程凤英，漂亮，嘿。一个是于淑荣，都是唐山的。对。他们也在承担着往下传承的这个重任。咱们队里现在最大的是，现在没有忒大的了，最大的都属我了。70啊，我才70，不算大。我看你这么年轻啊，我更有自信了。有，哎，我看你这话让我琢磨，就是看你40几岁还这么年轻啊。我再琢磨，还是这话呀，还是有人过来啊。那最小的呢？最小的也都62了，都是花甲之年了，那不容易。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杨迪，杨迪换完衣服之后啊，真是没就学会抖空竹了。杨迪学的那么快呢？怎么我杨迪变成这样才叫杂技呢？我在台后刻苦练来着。刻苦练。杨迪，您自我介绍，包括您的这个姐妹们。我叫杨迪，是来自中国杂技团的演员。我们当时是07年参加的春晚，也12年了。07年，那个舞台上坐的2个伙伴呢，就是当时跟我们一起参加春晚的，一个叫李佳思，一个叫周思雨。原班人马，原班。而且我也是咱们非遗北派王氏空竹的第4代传人。哎呦，王氏传给了姓杨的，你说啊，没有门户之见吧？对，因为他是杨迪，都是一家人。哎，后来还继续跳过这个吗？一直都在练。你还记得09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来过。来过。你看一说话又是10年前的事儿了。所以我们刚才看这些节目，我刚才还在跟豆豆说呢，真是不容易。作为一个舞蹈演员，一生啊能够上春晚跳一次，而且这个节目一跳人就能够记住，一看就能够想到那个时候。太豆豆老师刚刚还说，就那一个动作，5、6年。就这一下，5、6年练啊，就那一个动作。我当时就是演这个动作，对，千锤百炼。哎，空竹我们可以稍微试一下吗？可以。哎呦，来，王一博，
王一博好累啊，只要有活就扣，来吧，都得满足他。哎，对。我们陪着一博一块儿。这个酒杯180一杯。他们10年前来过，教过我跟前锋，大概会点啊。没事，离远点啊。往左来，右手使劲。哎！哇！天才，韩哥扔起来！哇！峰哥，扔他，高烈，哎呦，厉害！你干嘛呢？天鹤。哇！一波看见了吗？这招叫上给大家看一眼，跟溜溜球一样，你看啊，你看，哇！王一博做了，这个溜溜球一样啊。牛顿看见生气了，我哦，溜球，这叫放鞭炮。可以了。溜球会还是厉害啊！太厉害了！可以啊，一博，可以啊！我转都转不起来。运动界还是厉害。你看，10年以后我们又传承了。10年前是我跟前锋，10年后现在是一博都能够玩。又会一才艺，太棒了啊！来，小花旦，哎，这个姑娘也厉害，刚才是咬着那个芝麒麟上来了。她是翻跟头的那个，你看。对，翻小姑娘你几岁了？13岁。13岁，你看到明年我们天天向上12年，她才13岁，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她才1岁2岁呢。是，教一个很厉害的。对，就是你们当中最小的，教我们当中最小的。好。我学不会。不是，是一博啊。这位小少女，你要教的这叫什么？这个姿势叫什么名字呀？绕花线。绕花线啊，来，绕起来，对，这真跟溜溜球是一个意思。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他们跳完了以后，还要给别的节目去伴舞，帮艺人走位。谁这么不敬业？说出他的名字。老师。对不起，还有谁？你说出来。那个，是不是好朋友？对不对？您现在是单身。改节目了。哦，一博，那你没有麦，谁能给你麦呢？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亲爱的，别什么你的说我爱你。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58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找工作上58同城心动节集卡赢福利。这位小少女，你要教的这叫什么？这个姿势叫什么名字呀？绕花线。绕花线啊，来，绕起来，对，这真跟溜溜球是一个意思。可以。哎呀，太棒了！谢谢您。哎，宋老师介绍一下咱们。
大家好，我是08年参加春晚央视飞天舞蹈的舞者，我叫宋珊。旁边这3位也是我们原班的啊，同班底的姐妹，分别是聂楠 ，Hello， 还有王丹，还有刘舒，我们都是同班底的。自从那个以后，还依然在专业的这个乐团里面继续在跳，还是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天天向上》这个节目，把我们大家聚齐了。我们真的是能有差不多8年的时间，没有在一起跳过舞了。那等于今天这个舞蹈是为了《天天向上》再次又重新排的。是的，是的。再次重聚了。对，因为太难能可贵了。因为我们各自都不在一个城市。那各自都在干些什么呢？现在？像我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哎呦喂！我现在呢，目前就职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是一名人民警察。交警。交通警察。我是湖南交警的形象大使啊！天下交警是一家。是一家，是一家。绝对是一家。哎，其他几位姐妹她们都在做什么？其他姐妹一位是王丹，她现在就职于北京大学里任教这样的。教授。叶教授哦，太棒了啊！聂楠现在也是就职于一个国企这样的，刘舒也是在北京任教当人民教师，当老师。但是感觉你们刚才在台上手不生啊，0.15。是，这也是跟我们当时排练的时候这些几百个动作里边，好像长在我们身上了。就我们很久没有见了，因为各自都有家庭有小孩了，所以就是在从聚到一起的。对，我们都是妈妈。高天鹤一说有小孩了啊，没有，你都傻呀？那个没当妈。前面的一个比较漂亮的那个女孩，现在还是目前单身状态。你看看，峰哥，来呀！要加油了！来呀！哇，天鹤，迎接一下人家。您是新加入的？对，我应该是他们的师妹。也是上戏的。军艺的。大师姐说您现在是单身。对。对的，怎么那么骄傲呢？我们高天鹤也是单身。对，改节目了。麦给没有，就是说，这个麦我先帮你保留一下，今天拿的。哎呀，你没有麦，谁能给你麦呢？哇！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啊！哎，我们现在首先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嘉欣。李嘉欣？对。果然叫李嘉欣的都长得美啊。这位叫做高爱心啊，不是高爱心。高天鹤。哎，天鹤，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嘉欣在这个舞蹈里面跳舞，你的什么感觉？第一印象是觉得厉害，叹为观止，别那么官方。天鹤和这位少年，为什么背景音乐就变成这么浪漫呢？天鹤，你来主访这一段。我请大家吃宵夜，今天好不好？主要是想请谁，有一个范围，对不对？现场的朋友们呢，都请，今天晚上都去峰哥的火锅店吃饭。哎呀，这广告打的。哎，我们还是要真的问，跳这个舞啊，是不是真的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体重啊什么的？对的，受力太重的话就真的会受伤。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很多替补的演员，包括聂楠，当时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整支舞蹈飞天的备选的舞者里边。问题是，你看10年过去了，你们真的还是那样。谢谢。你们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舞跳完了以后，大家怎么看你们？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春晚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也真的是挺优秀，但是下来之后，所有人都跟我们讲说，真的太美了。对，就一个字美。这1个半月的时间，每一天除了睡觉，就是在排练厅，所以就绑在上面。所以我们所有的女孩以前08年那会儿会全部都是一个粗一个细的。这个腿得控力支撑，没错，它会水肿，然后还有那个铁靴子，它经常会磨出血呀，这样的。而且它对膝盖的这个磨损应该会有。对，就是半月板啊，很多积水这样的，但是也没有时间让我们休息这样。
您加入这个团有多长时间了？参加这个节目有5年了。特别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属什么的？对啊，韩哥这方面开始算匹配程度了是吧？来，您说一下，来说一下。我属虎的。属虎98。对。天鹤是这么小。合适。我93年的呀。93年属鸡。属鸡。虎。击鼓传花，几乎就成了。对，几乎忘了，几乎就成了。JING， 棒子虎 ，ING 99真是坐上一台设计的 ING， 一起唱。半开玩笑半当真啊！我们当然特别希望，对，希望都能幸福。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年轻的这种美好的生命都能够在一起啊！挺好。世界是从2个相恋的年轻人开始的。哎呦喂！今天他们也把那个铁靴子也带来了。对啊，我们来。天鹤是特别想试一试啊！天鹤必须得试一试。后面来，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天鹤你就站这个地方，这是嘉欣站的那个位置。嘉欣啊，来。需要把这个打开。对。啊。 2个人共舞。曾经，亲爱的，说我爱你，来。哇，好棒，好棒！ 哎，天鹤，你说老实话，怎么样？这个非常难受。谁问你这个？谁让你说这个感受？说是姑娘，刚刚姑娘扶你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是她真的很厉害。你好，让他们2个人就自个儿过日子吧。对，好吧，没问题了。哎，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在春晚当中有一个独立的属于自己的节目，他们跳完就走了。他们跳完了以后还要给别的节目去伴舞。 对对对，你们当时一个晚上跳几个？除了咱们这个，然后我们还要帮艺人走位。我帮谁走了？谁这么不敬业？说出他的名字。为难人家吧，是不是？帮谁？周杰伦老师。对不起，周杰伦老师应该是有别的一些任务，他可能就是多去做。再解释，再解释。周杰伦还是不错的。还有谁？你说出来，你说出来。 还有 S.H.E 那个艾拉呀，是不是好朋友，对不对？塞琳娜都不错啊。还有谁？还有谁啊？别说了，不要再说了，都不敢说。对，圆不回来了，都够怂的啊。就跳过7个，那就换装啊什么的，你们这个抢装那个叫。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一场很多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就练就了这种穿脱非常快的一个本领。 我们经常是2个节目中间就只有1首歌，然后1首歌的时间就换到下一个舞蹈了，就非常快。真是不容易，而且他们你看就吃着盒饭，然后就在过道那儿休息啊。那个图片睡地上了，不容易。刚才豆豆老师为什么那么反对自己的女儿学舞蹈？因为他知道受过那个有伤太多啊。珊珊，你会让自己的孩子学舞蹈吗？我也会反对。 伤太多，对，太辛苦了，从小一直练习啊，然后确实挺苦的。就算这么练，就算这么跳，有几个像你们这么好的运气，能够站到那样的一个舞台上？是，这应该就是各种的缘分就促成。对，其实我很感动的是，每一个参加过春晚的舞蹈演员，大家就是带着对舞台和对舞蹈艺术最纯粹的那个状态。 参加到所有的排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舞蹈演员是最早进入排练、最早进入现场合成，然后一直坚守到直播的。而且很多舞蹈演员2个月的时间里面会有各种的受伤、各种的发烧，但是大家从来都是咬着牙坚持下来。所以我们说，可能舞蹈演员也是把生命奉献给舞台的人嘛。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我们通过《天天向上》这样的一个舞台，把这么多优秀的了不起的艺术家请到《天天向上》的舞台，让我们又重新回味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你们年轻的时候，陪家人一起看这些节目时候的激动、喜悦、幸福和温暖，这一切都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些10年以后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表演的艺术家们。谢谢王大姐，谢谢各位老师们，谢谢杨迪，谢谢珊珊，谢谢你们所有的朋友们，谢谢。让我们有请刚刚表演的所有的演员们上场。大姐们来合影。大姐，你的照相机呢？豆豆老师，您到中间来。哎呦，太幸福了，就感觉自己是春晚的主持人一样。特别像春晚那个结束的时候。啊！来，3、2、1，新年快乐！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58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找工作上58同城心动节集卡赢福利。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每年过完春节啊，3月份的新春呢，就是一年当中的黄金招聘期了。又到一年招聘季，4位职场大 boss 组团来袭。关于90后员工，我们有话说。小飞公司里有90后的员工，70%。文化公司嘛，60%-70%都是90后，95%吧。啊，90后的员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挺活泼的，有主意，很有创意，很有性格。不干了，为什么呀？我不开心。他不开心。自我意识强，不能说教和说重话。你俩不是一个公司的是吧？我从来不说重话，我们公司就有前台，不爽就上去，我直接打。周世明说：“我从来不说正话，我只出重拳。”90后谈情怀在我这儿好像不太管用，他的是兴趣驱动型。我有个员工，他要去看演唱会，他买不着票，陪着他一块去看了花花演唱会，他就特别开心。哇，你的员工都这样啊！但后来工作就特别卖力啊。哦，他们可不这么想。我现在真有点后悔把你这次带过来。90后员工现场反吐槽，哎呀，都不敢看老板。你说这个真没良心，真没良心。老板，你可别怪我。为了吐槽老板，我们自己也做了一版 PPT， 正式汇报一下。哇，好用心良苦啊！3点，老板不下班，我们不下班。朝令夕改，朝令夕改。想一出是一出。周总有时候会在群里找一下老婆。尚老板呢，跟他现在非常的得体。那私下呢随意，他的太假了，他就是太快，讲话太快，我们都听不太懂。怎么回事？他说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已经收着了，我要在这个台北，要这照他们说话，根本就是所有干什么的。希望你们多陪家人，多陪孩子，少陪我。太酷了！周日出桥晚10点，天天向上，带你了解90后职场黄金生存法则，找工作真的不难。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难忘今宵，难忘这不眠的美好夜晚。让我们在歌中相约明年的春节。让我们在歌中许下心愿，共同拥抱迎面而来的美好春天。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起天天向上。最后祝大家2020新年快乐！感谢冠名商58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让58同城心动节，您心有所属，领新年福利。谢谢大家。